大家好，我是德和成都的法相，主要做刑事辩護和文娛法律合規兩個方向。外出辦案歸來以後呢，總算又可以跟朋友們聊一點，有很多信息密度的東西了。自從開始發一些我自己真實的辦案日記以後不出所料，評論區偶爾就會出現一些噪音，說我為壞人辯護，我也不是什麼好人。首先呢，我確實不是什麼好人，我對此表示認可。人都是複雜的，給每個人額頭上貼好人壞人的標籤，其實上是一種簡單高效但非常低級的認知。不過這份譴責呢，引申出一個在我看來非常老生常談，卻實時有不少人困惑的問題，即律師為什麼要給壞人辯護？我在網上簡單搜了一下，目前這個問題的回答呢，多是三言兩語，所以呢，我決定還是做公益，制作這麼一條全面通透又通俗易懂的回答，以做科普。本視頻呢，就真誠建議朋友們轉發、收藏、留存。日後若還有人，你身邊還有朋友要問這個問題的，就可以把這條視頻轉發給他。首先明確一下定義在律師為壞人辯護這句話的整體語境之下，這裡所謂的壞人呢，特定為大家認為犯了罪的人。在此情況下，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2條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是的，根據法條精神，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決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說某個人是所謂的壞人。不僅互相開撕的小作文不可以，警察也不可以，警方通報也不可以，檢察官也不可以。之所以未經人民法院判決，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就在於一個健康的社會，你對一個人在法律層面的評價必須建立在查清事實、正確適用法律的基礎上。沒有經過正當程序，沒有查清事實，沒有依據明晰合法的規則所做出的一切評價都是貿然的，某種程度上呢，是對被評價者的壓迫。你不能因為這份壓迫來自於集體，甚至來自於某些官方機構，就冠之以正義之名。而這就是關於本問題的第一個回答，即你怎麼就知道律師所為之辯護的這個人就一定是壞人呢？單憑一面之詞，還是單憑只言片語，他有沒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他有沒有可能遭受了無端的指控？那些字字看來都是血的控訴文章，那些蓋棺定論的正義文字，有沒有可能是構陷與污蔑呢？如果說我們看到其中一方被指責，便馬上熱血上湧，迫不及待地給他扣上壞人的帽子，並把所有為他陳情的人視之為同流合污，那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這頂帽子會飄到你的頭上呢？而對於這部分人迫不及待扣帽子的行為我想與其說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正義，不如說他們是為了打倒本身。正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是的，未经人民法院判決，你不能貿然就說眼前這個人一定是壞人。而第二點是，即使這個人確乎做了違法犯罪的事，他也依法享有包括被辯護在內的有關訴訟權利。這樣，即使某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眾目睽睽之中確鑿無疑地實施犯罪行為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1條的規定，他也依法享有辯護權，包括已經認罪認罰的當事人。為什麼呢？因為即使當事人認罪，他也有權在法律框架之內為自己爭取降低刑罰。比如博人因我而死，那博人的死到底是我过失致人死亡，還是故意殺人呢？是故意還是不小心？二者無論從主觀惡意和最後的刑罰都完全不一樣，這是此罪與彼罪。而同一個罪名，比如說搶劫罪，是不是情節顯著輕微，有沒有自首，有沒有退臧，是不是偶犯初犯，是不是未成年人，這些都是法律天平一端的砝碼，影響着天平另一端對被告人的刑罰。而被告人到底需要承擔怎樣的刑罰，需要律師為他爭取，需要法官進行明斷。這時我想會有人要嚷嚷了說殺人的就是殺人的，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扣這麼多細節幹嘛？答：為了公平，也是為了更好的社會效果。諸君試想同樣一個罪名，同樣的行為，事後一個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耀武揚威，威脅被害人家屬和訴訟參與人，然後法院判他死刑；而另一個人真誠悔過，退賠退臧，積極爭取被害人的諒解，也自首，但法院還是判他死刑。二者在結果上沒有任何的差別，那這樣的判例是不是在告訴日後的每一個被告人沒用？對於司法機關的調查你要堅決的反抗，因為反抗還有機會，順從就徹底沒有機會了。而對於被害人家屬，別賠錢，賠一死不賠一死，等死那還給錢幹嘛？這時又一定會有人說，管這麼多幹嘛？都判死刑了，以後就肯定沒人敢幹了呀。對此我只能說太天真。要是世間任何事情改個法條就萬事大吉，那這個世界將多麼的簡單純粹啊！這是真正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啊！
犯罪率的高低呢，與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執法水平等息息相關，不是單純改個法條就完事了。本段呢，你只需要記住5個字：罪行相適應。然後呢，我們進入第3點，即即使法院2審生效判決一個人有罪，他也依舊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第一個原因很簡單，法院也可能出錯，我們要防止冤假錯案。有3點基本事實需要跟大家進行簡單的介紹啊。第一是我國的刑事司法是嚴重受到刑事政策影響的。第二，中國很大，不同的地方呢，法治發展水平高低不齊。第三，司法機關辦案也有 KPI， 抓人的 KPI， 辦人的 KPI。對此啊，關注我的很多也有公檢法的朋友啊，我知道你們內部呢對此也多有吐槽，大家呢可以在評論區和彈幕啊多多分享一下。所以啊，以上3點啊綜合下來是什麼意思呢？某天早會除恶的風從上往下刮下來了。好的，每個地方你們有沒有什麼黑惡勢力的犯罪線索？抓打。如果你說沒有，不會吧？貴地就這麼風清氣正嗎？那得特別關注一下。上面有任務，你不搞 KPI， 你在向上級匯報工作的時候，你就没有東西匯報。然後最近什麼風刮得大呀？電詐，保護未成年人，當然還有尊重和保護女性權利。在此情況下啊，你看一些性犯罪的卷宗，我只能說啊，我只能這樣。犯罪該不該打擊呢？該。合法權利該不該保護呢？也該。但是啊，凡是有了 KPI 以後，尤其是在法治水平發展較低的地方，操作就容易變形。KPI 下來了，可抓可不抓的，抓還是不抓？什麼刑法的謙抑性，什麼存疑有利於被告，別啊，大道理我不懂。程序正義，依法辦案，你們這些送味兒就不要跟我摳這些所謂的細枝末節。當然呢，還有個別瑕疵報復啊，公器私用的，這個就不多說了。然後啊，種種因素之下，原本不該判不能判的，硬是給你判下來了；原本不應罪不應刑的人，又硬是進去了，且還在往後於是呢，臉上都蓋着罪犯的章，這有沒有可能呢？我只能說有可能。強調我這並不是在否認每一波刑事政策下來獲得的打擊犯罪的一個成果。我想說的是，現行司法制度不是一個完美的圓，和任何制度一樣，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和漏洞。從缺陷和漏洞中逃出來的漏网之魚，就叫做冤假錯案。而律師是現行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的實質性辯護是制度糾錯功能的重要體現。注意，我在這裡強調的是實質性的辯護，一些套路辯或者幫司法機關催當事人認罪認罰的律師除外。所以最後朋友們發現了嗎？律師為什麼要替壞人辯護呢？其實啊，律師不是在為所謂的壞人辯護，律師是在為人辯護。律師是公民權利在法庭上的延伸。當一個人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被控有罪的時候，迎接他的是密閉的空間，是不知今夕何夕的時間，是高壓的訊問，是冰冷的四壁，更是來自於暴力機關虎視眈眈的目光。這時，根據刑事法的規定，除了司法機關辦案人員以外，只有律師能夠見他，也只有律師能站在他的立場和角度，拿起法律的盾牌，防止任何對他不合法的控告。是的，無論你是達官顯貴還是惡霸地主，在外你是再怎麼呼風喚雨的高啟強，真進去了，是龍是虎，你得盤得握。司法機關之下，在你被採取強制措施的那一瞬間，社會輿論包括你的親朋好友，他們都會迅速的收到了信號，並且其中大部分人會跟你或許劃清界限，或許牆倒眾人推。是的，鐵拳之下，你就是弱勢群體，你就是處於一个被關在小黑屋裡面，法律知識你不懂，社會輿論對你吐口水的尷尬境地。而我們社會主義現代法治就是為了防止不公正情況的發生，做出了平衡，設計了控辯雙方，設計了2審終審，也設計了再審申訴。同時呢，也設計了一種叫做律師的職業，讓律師能夠站在你的角度，幫你保衛自己的合法權利。我曾經說過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份職業天然的帶有光輝，賦予職業偶然閃現了光芒的，永遠是這個職業下某一個個具體的人。律師這份職業呢，跟法官、檢察官這些職業一樣，沒有什麼是偉光正的，人數多了就都魚龍混雜，就都有爛事。但有律師存在的司法制度，這個制度很重要，因為這令每個公民相較於以前，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不至於一無所有，更不至於兩手空空。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
這我想應該還會有一種看似偽光正，但實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問題需要回答。即我又不犯法，我又沒有做錯事，我又不是罪犯，我只要求罪犯得到嚴懲，方式方法我不管。对此我想说，你錯了。那些冤假錯案，那些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看似與你是遙遠的哭聲，但實則與你息息相關。尊重和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就是在保護你的合法权利，因為你們都有共同的身份，2個字公民，3個字普通人。這個邏輯不僅僅是所謂的警惕海量個例那麼的簡單，這個邏輯是你我都生活在某個具體的制度當中，並被這個制度深刻的影響着。這個制度無時無刻的不再塑造着我們的行為與人格。健康明亮的制度和黑箱霸凌的制度塑造出的人格是完全不一樣的。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说你身邊有一個人，你不知道他為什麼被抓了進去，但江湖風言風語都在傳他得罪了什麼人，也或者是得到了某個大官某個大領導的批示，在此過程中呢，沒有律師來為他辯護，你也聽不見他的呼聲，他消失了，沒有救濟途徑，然後他就這麼被判了，被公開處刑。這時你會怎麼想？你會跪下。是的，你會跪下。當那份強大的力量在你面前耀武揚威時，你心裡會出現一個答案，叫反抗沒用。你沒有救濟途徑，你只有跪下。你對這個社會會充滿不安，你怕自己說錯一句話，做錯哪件事就得罪了強權，得罪了可以把你送進去讓你出不來的人。你怕你哪天吃着火鍋唱着歌，日子過得好好的，莫名其妙就遭受了灭顶之災。這時是非对錯還重要嗎？已經不重要了。夾着尾巴過日子，祈禱狼牙棒別敲到自己頭上最重要。是的，或許直到最終你非常幸運的狼牙棒都沒有真正的敲到你的頭上，但你心裡其實上知道，你一直知道，這根狼牙棒一直在你的頭上，在你的心上，它無時無刻都作用着你，讓你汗流浹背，讓你謹小慎微，讓你成為一個你或許並不想成為的人。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你和鄰居打架，鄰居把你打傷了，可怕的是公權力在你臉上蓋上你本不應該蓋的章。因為蓋上這個章以後，你一定會受到社會某種程度的反應，而這個章如果沒有明晰有效的救濟途徑，你就一輩子都洗不掉。所以親愛的朋友們，這就是為什麼律師要為所謂的壞人辯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給權利以邊界，給權利以明確，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現代法治。我們需要尊重和捍衛每一個人尋求救濟與辯護的權利，讓他在明晰的規則、正當的程序下，依據事實得到最為公正的法律評價。即使我們恨他入骨，即使我們希望他万劫不復，越是弱者就越會把自己幻想在強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因為做夢嘛，誰不會呢？但醒醒吧，我們都一樣，你我並非達官顯貴，也非皇帝神仙，你我就是普通人。你我在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手裡就只有法律。而如果你確實不懂法，沒關係，因為我們的現代司法制度設計了一份職業，叫做律師。你可以去委托一名律師，為生命辯護，為自由辯護，更為尊嚴辯護。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們下期再見。